末世来临，丧尸战场，我靠着精准的路线规划，带领探索队避开丧尸，搜寻物资，打造人类安全基地。队员们却觉得是我懦弱，不敢战斗。队长赵铁柱嫌绕路浪费燃油，将我赶出了队。3年来，大家都觉得这份安全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人感谢过我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没有我在的所有路线就不再安全。荒凉公路上，我皱眉看着窗外围过来的丧尸群，用铅笔在地图上标出一条弯曲的路线，要求改道。队长赵铁柱一把抢过地图，脸色铁青，短击轻枪。他妈的，天天绕路，子弹都生锈了，就这几只崽种，老子和他们正面刚了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这种人我见多了。末世3年，活下来的没几个。新来的重机枪手钱多多，拍着胸脯附和，说有重机枪在，直接杀过去就行。他跳上装甲车，开始疯狂扫射，打到了车边的丧尸车厢内。我皱眉开口：“队长，咱们3年来一直平安无事，我规划的路线是有原因的。”赵铁柱冷哼：“原因？别找借口了，我看你就是不敢战斗，一直拖着我们躲躲藏藏，浪费大家的燃油。我们1级搜索队不需要你这种废物，再阻拦你就给我滚下车！”我不想争执，只是地图下最后通牒，就算干掉了这波，这路也不能往前走了。赵铁柱冷笑一声，一把拍开地图，把我踹下了车。我摔在尘土中，看着车队扬长而去，只觉得心寒，拍拍身上的土，站起来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黑色手环。我绕的路都是丧尸皇划定给我的安全区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寻死，那就如你们所愿。5公里后，车队驶入一片开阔地带，钱多多正笑着和赵铁柱调侃，说没了我的拖累，他们正好加速搜罗物资，能立大功。这时，地平线上涌出了黑压压的尸潮，大量丧尸从4面8方涌来，将我们包围。钱多多架起重机枪疯狂扫射，枪声震耳欲聋，但丧尸之多，赵铁柱的脸色变得惨白，他赶忙寻找地图，想查看车队的路线，却四处都找不到。3分钟后，重机枪下课了，丧尸潮水般涌上装甲车，撕裂金属外壳，钱多多被拖出车外，瞬间淹没在丧尸群中。其他队员的惨叫声也此起彼伏。赵铁柱拼命往车底下钻，被丧尸抓伤了腿和手臂，鲜血淋漓。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。突然，丧尸们停止了攻击，他们像是收到了什么命令，缓缓退去，只留下满地的尸体和血迹。赵铁柱躺在血泊中，浑身颤抖。他不明白丧尸为什么突然撤退，颤抖着举起望远镜，然后看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。远处的高地上站着一人，是被他驱逐后却没有死亡，而我身边站着一个高挑冷艳的身影。他穿着昂贵但早已残破的高定职业装，黑丝满是裂痕，脚上只剩一只高跟鞋。他是统一这片区域的丧尸女皇。赵铁柱的手剧烈颤抖，望远镜从手中滑落。他咬牙切齿，说我是叛徒，竟然去投奔丧尸。他拖着残破的身体，开始往基地的方向爬去。他要回去告发我，让所有人知道真相。我站在高地上，看着赵铁柱爬远的身影，顾慢整理好我的衣领，退后半步。他生前是高不可攀的女总裁，变成丧尸后，保留了某种刻在骨子里的执念。他不像其他丧尸那样嘶吼，只是安静优雅地守在我身后，手中转动着一支染血的金币。3年了，我用顾慢给我的特权护了基地3年，他们一次都没谢过我。现在赵铁柱要回去告发我是叛徒。我看着远方的天际线，轻声开口：随他去吧。风吹过荒野，丧尸大军静静站立，建基地的情谊也该还清了。赵铁柱花了2天时间爬回钢铁基地，他浑身是血，奄奄一息，却还在嘶喊着同一个词：叛徒。基地的人把他抬进医务室，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，整个基地都在议论，探索队全灭了，只有队长活着回来，而我被驱逐后就转而投奔丧尸，帮着丧尸引路来报复探索队。基地领袖马天雄亲自来到医务室，他50多岁，身材魁梧，眼神精明，是赵铁柱的堂哥。这3年来，钢铁基地能在末世中屹立不倒，他一直很自信，觉得是因为自己领导有方，基地也逐渐变成了他的一言堂。末世之下，人类不相守相惜，反而建立了草菅人命的阶级秩序。这也是为什么赵铁柱敢直接踹我下车，其中少不了马天雄的默许。赵铁柱躺在病床上，虚弱却亢奋地喊着：哥，沈墨那个白眼狼故意引诱我们走到丧尸群里，害死了好多兄弟。马天雄半信半疑，说沈墨就那个小白脸，离了探索队还能活吗？赵铁柱赶忙绘声绘色地比划着，
保证自己一定没看错，让马天雄务必给兄弟们报仇。马天雄听着，脸色越来越阴沉，他不能容忍有人反抗他的权威。周围的人都信了赵铁柱的一面之词，议论声越来越大，愤怒在人群中蔓延。我走进基地大门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用鄙夷愤怒的眼神看着我。马天雄没想到我还敢回来，大步走过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质问我怎么敢勾结丧尸，如何对得起他3年的庇护。我看着他，又看了看周围那些愤怒的、仇恨的、恐惧的脸，勾结。若不是我救过丧尸皇的命，拥有了绝对安全的特权，这3年来，探索队怎么可能零伤亡？现在又污蔑我勾结丧尸，可惜他们不会信我，他们虎狼一窝，只信自己。我平静地说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来拿自己的东西就走。马天雄气得浑身发抖，说：走，你还以为你走得了吗？他今天就给大家立个榜样，看看叛徒是什么下场。他的声音在整个基地回荡，几个跟班立刻上前，一脚踹在我的膝窝上，把我摁倒在地。住手！一个女生传出。住手！苏晴快步从人群中走出，她穿着白大褂，神情坚定，径直走到我身边。3年前，末世刚爆发的时候，我在街上流浪，饿了3天，差点被丧尸咬死，是苏晴救了我。那时候她刚加入钢铁基地，还只是个普通医护人员。她在基地外面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把我背回基地，给我包扎伤口，给我食物和水。她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特长。我说我叫沈墨，记性好，方向感强。她说那可以当向导，将我收入探索队。那时候的钢铁基地还不是现在这样，马天雄刚当上领袖，还没有完全掌控一切，大家互帮互助，共同对抗丧尸。我以为人类在末世中会团结起来，共同生存。我欠苏晴一条命，所以我拼命工作，但不只是为了报恩。我真心希望这个基地能好起来，希望人类能在末世中找到出路。第1年，我熬夜绘制安全路线图，标注每一处丧尸聚集点，记录丧尸活动规律，预判尸潮走向。有一次队伍陷入丧尸包围，是我悄悄引开尸群，让队友安全撤离，但没人知道是我。任务成功后，赵铁柱拍着胸脯邀功，说多亏他的指挥，队员们欢呼庆祝。我站在角落，没人看我一眼，只有苏晴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水。辛苦了，沈墨，我知道是你救了他们。他是唯一一个看见我付出的人，但基地渐渐变了。马天雄为了巩固权力，把堂弟赵铁柱提拔成探索队队长，基地变成了一言堂，普通人没有话语权，物资分配不公，底层的人越来越难熬。我曾经以为末世会让人类团结，但我错了。末世只是让有权力的人更有权力，让没权力的人更没权力。现在我被摁在地上，周围是一群要求处置我的人。马天雄皱眉，问苏晴要干什么。苏晴转身面对众人，声音清冷：你们凭赵铁柱的一面之词就说沈墨是叛徒，我相信沈墨不可能和丧尸有勾结。赵铁柱缠着满身绷带怒吼，说自己亲眼看见的。苏晴冷冷地看着他：赵铁柱，沈墨救过你多少次，你心里没数吗？赵铁柱语塞，周围的人有些动摇，窃窃私语。马天雄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的一言堂里，从来没有人敢当众忤逆他。现在，一个女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质疑他的决定。他冷冷地看着苏晴，眼中闪过一丝阴狠。苏医生，你确定要和叛徒站在一起吗？苏晴没有退缩，快步走过来，挡在我前面。马天雄的眼睛眯了起来，他挥了挥手，几个打手立刻冲上来，一把将苏晴推倒在地。苏晴的额头撞在石头上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。苏晴，我挣扎着想起身，但被人死死摁住。马天雄走到苏晴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，威胁他跟我这个叛徒划清界限。苏晴抬起头，眼神平静而坚定。我相信沈墨。马天雄咬牙切齿，怒吼道：今天起，苏晴也是叛徒，都给我滚起来！这时，周围的人都落井下石地跟着吼起来：为被丧尸杀死的兄弟报仇，无此叛徒！我看着被推倒的苏晴，看着他脸上的血，心里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。3年了，我护了他们3年，不领情就算了，现在连苏晴都要被牵连，你们欺人太甚！这时，一个哨兵慌慌张张跑过来，脸色惨白，喊着：基地外面发现大量丧尸正在接近！是顾曼，他感应到我的愤怒，来了。马天雄愣了一下，冷笑着说：正好，既然你跟丧尸勾结，那就去跟丧尸谈谈，看看人家会不会卖你面子。周围的人哄笑附和，让他去舔丧尸，叛徒就该被丧尸吃掉。我被人推让着往大门走，苏晴挣扎着站起来，跟了上来。马天雄皱眉，
问他难道要跟着我去送死吗？苏晴走到我身边，坚定地说道：“我相信你，我跟你一起走。”基地大门缓缓打开，我和苏晴并肩走出去，身后是无数人幸灾乐祸的目光和嘲讽的笑声，等着看丧尸将我们撕碎。苏晴的手在发抖，但她没有退缩。别怕，看好了。我抬起手腕，黑色手环在月光下闪烁。远处的丧尸群突然停止了前进，他们缓缓分开，让出一条路。一阵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响起，顾曼从尸群中走出，他无视周围成千上万的丧尸，拖着微薄的腿，径直走到我面前。他那双原本冰冷的灰白眼眸，在看到我瞬间变得柔和。在城墙上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这位恐怖的丧尸女皇站在我身边，轻柔地替我整理起了衣领。周围的丧尸大军也静静站立，没有一只敢靠近我。基地城墙上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赵铁柱瞪大了眼睛，颤声问丧尸皇怎么会对我那么恭敬。我回头看着城墙上那些惊恐的脸，淡淡的笑了笑。没错，我勾结丧尸护了你们3年，既然不需要了，那从今天起我就收回。我望向城墙，指了指身后，微微一笑。以后探索队再出来寻找物资，得先问问我。马天雄的脸色惨白，命令大家立刻做好战斗准备，对我他妈说我是叛徒。我没有理他，转身带着苏晴在顾曼的护送下径直离去。身后是无边的丧尸大军，苏晴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，她问我，所以这3年丧尸从来没攻击过基地，是因为我吗？我点点头。顾曼划出了安全通道，只要我在，丧尸就不会攻击。他的脸色变了，问到那现在呢？我平静地说，现在顾曼也没必要再保护那个基地了。顾曼站在我身边，问我要不要让丧尸攻击他们。我摇摇头，不用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钢铁基地内，马天雄站在城墙上，看着远处离去的丧尸大军，脸露得意。赵铁柱拄着拐杖爬上城墙，问现在怎么办？没想到这小子真的能控制丧尸。马天雄冷哼一声，说就算能控制又怎样？钢铁基地有城墙，有武器，有300多人。赵铁柱示意着说可是丧尸。马天雄不耐烦地打断他，丧尸怎么了？有我马天雄在，怕什么？这不退了吗？他大手一挥，命令加强巡逻，其他人该干嘛干嘛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离基地不远处，大群丧尸从4面8方涌来。钢铁基地这块肥肉，他们都流着口水忘了3年了。3天后的深夜，钢铁基地的哨兵打着瞌睡，城墙上只有寥寥几人值守。没有人注意到，远处的黑暗中，有无数双闪着绿光的眼睛正在逼近。那些丧尸本来被顾曼的命令驱离，不敢靠近这片安全区，而现在命令解除了，他们早就饥饿难耐，向着基地方向涌来。警报声撕裂了夜空。丧尸，大量丧尸！马天雄从床上惊醒，冲上城墙，只见黑压压的尸潮从4面8方涌来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赵铁柱也爬上城墙，看到尸潮，双腿一软，差点摔下去。开枪！给我开枪！马天雄歇斯底里的喊，枪声响起，丧尸倒下一片，更多的丧尸踏着尸体涌上。很快才战斗。3年来，马天雄一直把资源用在享乐上，武器弹药储备严重不足，城墙年久失修。更致命的是，3年没打过仗，大家在这生疏，乱成一团。马天雄这才意识到，3年的平安不是他领导有方，而是有人在暗中保护。现在，那个人走了。城墙很快被攻破了，丧尸潮水般涌入基地，惨叫声刺激皮肤。马天雄躲在地下室里，浑身发抖。他听到外面丧尸的嘶吼越来越响，赵铁柱也躲了进来，浑身是血。哥，我们完了！赵铁柱哭嚎着，都怪我把沈墨赶走了。马天雄脸色铁青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废物！当初是你说什么是叛徒，非要把他赶走。可是是哥你同意的。同意个屁！我让你查清楚，你查清楚了吗？2个人大骂着，互相指责。外面丧尸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地下室的门被撞开了，丧尸们冲进来，扑向马天雄和赵铁柱。马天雄拼命挣扎，大喊赶紧把沈墨找来当基地领袖，让丧尸停手。赵铁柱哭丧的脸回应，根本出不去啊，全是丧尸。说着赵铁柱被丧尸扑倒，獠牙咬进他的肩膀，他凄厉的惨叫着求我饶命，只要丧尸停手，让他做什么都行。高地上篝火旁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吃着顾曼搜罗来的食物。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他们的求救声。苏晴转头看着我，问道：“你听到了吗？他们在求你。”
顾曼站在我身边，等待我的命令。我抬头看了看远处火光冲天的基地，夹了块肉放进嘴里，边嚼边说：“可真香啊！”第二天清晨，我站在基地的废墟中，看着这个曾经繁荣的地方，现在城墙坍塌，房屋倒塌，到处都是尸体和血迹，但我没有半点惋惜。马天雄把它变成了比末世更可怕的地狱，谁敢说话就打压谁，谁有功劳就抢过来，这样的地方不应该存在。废墟的角落里蜷缩着23个幸存者，瑟瑟发抖。他们都是基地里的普通人，也是曾经对我指指点点的人，现在跪在地上哭着求我收留。苏晴走到我身边，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重建。苏晴愣了一下，我转身看着他，我要建一个新的秩序，一个不会有第二个马天雄的秩序。顾曼站在旁边，默默递过来一瓶水，我喝了一口，看着远方的天际线，那里还有更多的基地，更多的人类，更多的丧尸。这个末世的规则是时候重新制定了。夜晚，篝火旁，苏晴问我是怎么认识顾曼的。我看着远处正在巡逻的顾曼，记忆回到了3年前爆发的第一天。那时顾曼还是高高在上的集团女总裁。灾难来袭，那些平日里发誓愿意为她而死的富二代们，为了自己逃命，将穿着高跟鞋跑不快的顾曼推向了丧尸群挡灾。正好路过，试图救她，但来不及了。顾曼知道自己必死，放弃了求生，拼尽最后力气，从门缝里塞出沾血的门禁卡和烫手。求求你，去18楼救我弟弟，他才10岁。他那绝望的眼神，我至今仍记得。我含泪答应，转身冲向楼上，身后他被丧尸淹没。1年后，我在废墟探路，再次遇到了他。他已经变成了丧尸，却依然穿着那身破烂的职业装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，是他和家人的合照。他冲过来，却没有攻击我，他似乎闻到了我身上以及我背包里儿童手环的气息，那是他弟弟的气味。我告诉他，你弟弟小杰活得很好，在安全的地方。迟疑了一下，我继续问道，你想见见他吗？那一刻，原本凶残的他安静了下来，看着我，张了张口，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突然向我鞠了一躬，转身跑掉了。我猜，也许是他担心身为丧尸的自己会伤害到弟弟。从那天起，虽然他再没出现过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悄悄地保护着我和他弟弟。后来，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血腥和挣扎，完成了进化。再次见到他时，我发现他已经能够统领整片区域了，似乎还能控制自己的攻击性。而顾杰那块坏了的儿童手环，成为了我和他之间情谊的信物。他叫顾曼，以前是陌生人，现在是我的家人。我对苏晴说。苏晴走过去，轻声问他，我可以看看你和家人的合照吗？顾曼愣了一下，掏出一个破烂的塑料袋，袋子里装着那张照片，虽然皱巴巴的，但被保护得很好。苏晴接过照片，看着上面曾经幸福的一家4口，现在早已人事永隔。顾曼变成丧尸3年来，还一直带着这张照片，他从来没忘记过。苏晴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是啊，我们反而会忘记，丧尸也曾和我们一样是人类，也有自己放不下的人性。顾曼听到这里，指着照片，肩膀微微颤抖。妈妈，变丧尸，被人类杀了，我没唬住。我看着他们，下定决心，站起来，拍拍顾曼，别难过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，一个人类和丧尸互不伤害的世界。废墟营地外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他穿着破烂的军装，浑身是伤，跌跌撞撞地闯进来。营地里的幸存者吓得四散奔逃，以为是丧尸袭击。顾曼挡在我面前，低吼着，那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大喊着别杀他，他是来投奔的。我示意顾曼退下，走上前打量这个人，他叫李强，是北方铁拳基地的侦察兵，3天前执行任务时和队伍走散，一路逃到这里。铁拳基地，我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北方最大的军事基地，装备精良，兵强马壮。据说他们的司令官雷刚是个军人出身的铁腕人物，奉行人类至上主义。李强看了看四周，又看了看站在我身后的顾曼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困惑。他颤抖着说，他知道一个秘密，雷刚正在研发一种叫净化剂的生化武器，专门针对丧尸。据说这种武器能杀死丧尸皇。我的眼睛眯了起来。李强继续说，雷刚已经听说了钢铁基地的事，听说了我能控制丧尸，他把我视为威胁，迟早会对我动手。他说你是人类的叛徒。李强低下头，他说要把你和那些怪物一起消灭。
我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又是叛徒，看来不管我走到哪里，这顶帽子都会跟着我。北方的铁拳基地，雷刚站在指挥室的巨大地图前，目光如银。他40多岁，身材高大，满脸横肉，浑身上下都透着军人的凌厉。在他身后，整齐排列着一排排改良过的武器装备。一个副官快步走进来，汇报说侦察兵李强失踪了，最后出现的位置在钢铁基地废墟附近。雷刚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地图上那个被红笔圈出来的位置，那里写着2个字：神墨。能控制丧尸的人类，有意思。雷刚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。营地在扩张，李强的到来只是开始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入这片废墟，他们来自四面八方，有的是被其他基地驱逐的难民，有的是在末世中独自求生的幸存者。他们都听说了同一个消息，这里有个叫沈墨的人，能让丧尸不攻击人类。我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。1个月前，这里只有23个幸存者，现在已经有300多人。顾曼站在我身后，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。他已经划出了一片安全区域，任何丧尸都不得进入。流民们就在这片区域里安营扎寨，第一次在末世中睡了个安稳觉。苏醒走到我身边，说人太多了，物资开始紧张，需要制定规则。我点点头，规则，这个末世最缺的就是规则。马天雄的钢铁基地有规则吗？有，但那是他一个人的规则。他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，他说打压谁就打压谁。我不想变成第2个马天雄。当天下午，我召集所有人宣布了3条规则：第一，不许欺压弱者，谁敢仗势欺人，立刻驱逐；第2，不许搞一言堂，有意见可以提，有争议大家商量；第3，人类和丧尸互不侵犯，这片区域是安全区，丧尸不进来，人类也不主动出去杀丧尸。人群一片哗然。第3条规则让所有人都震惊了，人类和丧尸互不侵犯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指了指身后的顾曼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叫共存联盟，人类和丧尸可以共存。顾曼站在我身边，冲着人群点了点头，他的动作笨拙，但所有人都看懂了他的意思。这是末世第一次有人提出人事共存的概念，而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我，那个曾经被骂作叛徒的胆小鬼。共存联盟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，1个月内5个小型基地主动派人来投，他们物资匮乏，朝不保夕，听说这里有安全区域，千里迢迢赶来。曙光镇、北风营、铁矿堡，一个个名字被记录在册。联盟的人口从300涨到了1000，又从1000涨到了3000。我站在营地最高处，看着这片繁忙的景象，帐篷连成一片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孩子们在安全区里追逐打闹，这才是末世该有的样子。苏晴匆匆跑来，脸色凝重，他手里拿着一封信，说铁拳基地派人送来的。我打开信，扫了一眼，最后通牒，解散共存联盟，否则武力镇压。略管，铁拳基地司令官雷刚。我把信撕成碎片，扔进风里。3天后，铁拳基地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开到了联盟边境，500人，全副武装，装甲车开路，重机枪架在车顶，领头的指挥官骑在一辆改装越野车上，趾高气扬。联盟里的人都慌了，很多人跪在地上哭，说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我走出营地，站在队伍最前方，顾曼跟在我身后，目光冰冷地盯着那些人类士兵。指挥官跳下车，嚣张的大喊让我立刻解散联盟投降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抬起了手。顾曼向前迈了一步，然后地平线上涌出了黑压压的身影，丧尸，无边无际的丧尸，他们从4面8方涌来，遮天蔽地，一眼望不到头。粗略估计，至少有上百万只。铁拳精锐部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指挥官的嚣张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双腿开始发抖，重机枪手僵在原地，连扣扳机的勇气都没有。我看着他们，声音平静：我不会主动伤害人类，但你们非要找死。我指了指身后那片黑色的海洋，我也不拦着。指挥官的脸上冷汗直流，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那无边无际的尸潮，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500精锐不战而退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，身后联盟的人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。从今天起，沈墨这个名字将震动整个末世。铁拳不战而退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，3天之内，整个末世都在传那个曾经被钢铁基地驱逐的叛徒，让北方最强的军事基地灰溜溜地撤了回去。百万尸潮遮天蔽地，铁拳精锐连开枪的勇气都没有。
我站在废墟中新建的联盟总部高台上，看着络绎不绝的来头者，曙光镇、北风营、铁矿堡，一个个小型基地派出代表，带着物资和诚意。他们跪在高台下，眼神里满是敬畏和希望。苏秦走到我身边，低声汇报基地数量已经翻了3倍，医疗物资开始紧张。我点点头，让他统计需求，联盟会想办法调配。高台下人群越聚越多，我俯瞰着这一切，想起3个月前，我还是那个被踹下车的胆小鬼。赵铁柱骂我废物，马天雄叫我叛徒，现在他们都死了，而我站在这里，成了末世最有权势的人之一。铁拳基地指挥室，雷刚独自坐在黑暗中，面前的地图被他撕成了碎片，不战而退。这4个字像钉子一样扎在他心里。他雷刚容满一生，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。门被推开，几个穿着不同制服的人走进来，他们来自其他大型基地，都是人类阵营中的强硬派。雷刚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他走到墙边，拉开一块幕布，幕布后面是一排排金属箱子，里面装满了特制的麻醉弹和加固牢笼。抓住沈墨，丧尸皇就得听话。我不知道远方正在酝酿的阴谋。此刻，我只是站在高台上，看着夕阳染红了半边天。顾漫站在我左边，苏晴站在我右边，3人并肩俯瞰着这个新生的联盟。风吹过废墟，带来远方的尘土气息。苏晴忽然开口：“沈墨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太顺了？”我没有回答，但我知道他说的对。暴风雨来临之前，总是格外平静。铁拳基地地下密室，雷刚站在长桌前，面前坐着6个人，他们是末世中最激进的人类势力代表，每个人手上都沾满了丧尸的血。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地图，红色标记圈出了共存联盟的势力范围。短短半个月，那片红色已经扩大了3倍。再让它发展下去，整个末世都要兴盛。他和丧尸皇勾结，这是背叛人类。雷刚抬起手，众人安静下来。他走到地图前，这是联盟总部的位置，开口说出了他的计划。沈墨每隔3天会离开总部巡视安全通道，只带2个护卫。顾漫不会跟着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雷刚转身，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，抓住沈墨，丧尸皇头鼠机器，到时候我们就能用它来控制整个市场。众人交换眼神，纷纷点头。雷刚走到墙边，打开一个金属箱，里面整齐摆放着改良过的麻醉弹，剂量足以放倒1头大象。联盟总部，我正在处理各基地送来的物资清单。苏晴推门进来，他的表情有些凝重，说最近有几个基地的态度很奇怪，明明缺物资却拒绝联盟援助，而且频繁派人在总部周围活动。我放下清单，看向窗外。顾漫坐在屋顶上，正往嘴里塞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肉干。他感应到我的目光，转过头朝我比了个没事的手势。苏晴走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：“沈墨，我觉得有人在盯着你，明天的巡视要不要取消？”我沉默片刻，如果真有人想动手，都是躲不掉的。与其被动等待，不如主动试探。不取消，我说去看看。苏晴皱起眉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。他太了解我了，我做的决定从来不会改变。第2天清晨，我带着2个护卫离开总部。顾漫站在门口，看着我离开的方向。他没有跟上来，但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，直到我消失在废墟之前。他不知道，这一去，我将踏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，而这个陷阱将引爆末世最大的一场危机。废弃工厂区，上午10点，我站在约定的地点，身后是2个护卫，对面站着3个人，自称是北方希望营的代表，想加入共存联盟。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有什么不对。他们的眼神太飘忽，站位太分散，像是在包围而不是谈判。沈先生，我们营地有300多人，物资紧缺，希望能得到联盟的庇护。领头的中年人对着笑脸，手却一直插在口袋里。我没有回应，目光扫过四周的废墟，太安静了。这种地方应该有野狗或者流浪丧尸出没，但现在连只老鼠都没有。有埋伏，我正要开口示警，余光捕捉到一道寒光。2楼窗口，狙击枪，趴下。我猛地推开身边的护卫，麻醉弹擦着我的肩膀飞过，第2发紧随其后，正中我的后背。冰凉的液体瞬间扩散，四肢开始发软。护卫们拔枪还击，但四面八方涌出更多的人，将他们按倒在地。我单膝跪地，视线开始模糊。那个领头的中年人走过来，蹲在我面前。他撕下脸上的伪装，露出一张陌生而狰狞的脸。沈墨，久仰大名。他的声音里满是嘲讽。雷司令让我带句话和怪物站在一起的人，不配当人类的领袖。想说话，但舌头已经不听使唤。
第3发麻醉弹射入，彻底击溃了我最后的意识。倒下的瞬间，我看到他们把我装进一个金属牢笼。联盟总部，顾曼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他站在屋顶上，原本在晒太阳的身体猛地僵住，那双漆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从未有过的波动，沈默的气息消失了。他跳下屋顶，落在苏晴面前。苏晴被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看到顾曼转身朝废墟外狂奔而去。那个方向是我离开的方向。顾曼的身影越来越快，最后化成一道黑色的残影，他的眼中杀意翻涌。顾曼在废墟中狂奔，他循着沈默残留的气息一路追踪，每一步都带着压抑不住的杀意。周围的野狗和流浪丧尸见到他，全都瑟瑟发抖地让开，没有任何生物敢挡在尸皇的面前。气息在废弃工厂区断了，顾曼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地上的血迹和打斗痕迹。2具护卫的尸体躺在角落，身上满是弹孔，而沈默不见了。顾曼蹲下身，捡起地上的一枚麻醉弹壳，他放在臂前嗅了嗅，瞳孔猛然收缩。这种麻醉剂的配方只有铁拳基地能生产。他站起身，浑身散发出恐怖的黑气，那股气息如同实质，压得周围的空气都开始扭曲。哇！他低声呢喃，声音沙哑而压抑。下一秒，他仰天发出一声嘶吼，那声音穿透云霄，传遍方圆百里。所有听到这声音的丧尸都停下了动作，然后开始朝同一个方向移动。1只、10只、100只、1000只，丧尸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汇聚成黑色的洪流。他们的眼中没有神智，只有服从尸皇的召唤。3小时后，铁拳基地，哨兵在城墙上例行巡逻，突然定住了脚步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，但当他再次看向远方时，整个人都开始发抖。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，丧尸，无边无际的丧尸，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整个铁拳基地包围的水泄不通。粗略一看，至少有几十万只。警报声响彻整个基地，士兵们冲上城墙，端起武器。但当他们看到那片黑色的海洋时，所有人的手都在抖。雷刚快步走上城墙，脸色铁青。他看向丧尸巢最前方，那里站着一个身影，尸皇顾曼。他就那样站在尸巢之中，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杀气，黑色的眼睛直直盯着城墙上的雷刚，仿佛在盯着一具尸体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，带着无尽的杀意：把人还回来！铁拳基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，城墙上的士兵们端着枪，但没有人敢开火。他们见过丧尸，杀过丧尸，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。几十万只丧尸黑压压地站在城外，一动不动，像在等待命令。而下达命令的那个存在，却站在尸巢最前方。顾曼抬起头，再次开口：把人还回来！声音回荡在基地上空，像丧钟一样敲击着每个人的心脏。城墙上，有人的腿开始发软，有人扔下武器转身就跑，有人跪在地上开始祈祷。雷刚死死盯着顾曼，额头上青筋暴起。他没想到丧尸皇的反应这么快，更没想到他会直接带着大军压境。按照计划，应该是用沈默来威胁他，让他乖乖听话。但现在局势完全失控了。司令，怎么办？他要是下令进攻，我们根本挡不住。雷刚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。僵持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。顾曼就那样站着，一动不动。他不进攻，也不离开，只是用那双漆黑的眼睛盯着城墙。但丧尸巢在缓慢的收缩，包围圈越来越小，压迫感越来越强。城墙上的士兵能清晰地看到丧尸们的獠牙和利爪，近到似乎伸手就能碰到。恐惧在蔓延，有人开始崩溃，冲着城墙下面开枪。子弹打死了几只丧尸，但更多的丧尸立刻填补了空缺。顾曼依然不动，他只是微微偏了偏头，像是在给他们最后的机会。然后他第3次开口，这一次声音里多了一丝不耐烦：最后一次，把人还回来！话音刚落，丧尸巢开始躁动，几十万只丧尸同时发出嘶吼，声浪几乎要掀翻城墙。他们的眼睛变得血红，利爪在地上刨出深深的沟壑。只要顾曼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冲上来，将这座基地撕成碎片。雷刚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他转身看向身后的副官，声音沙哑：去把人带上来。雷刚的命令下达了，但已经太晚了。副官刚转身跑出去，城墙东侧就传来了轰然巨响。丧尸巢终于失去了耐心，开始发动进攻。数万只丧尸如潮水般涌进城墙，用身体堆叠成肉体，一层一层往上爬。城墙上的士兵疯狂射击，但子弹根本打不完。弹药告急的警报声此起彼伏，
僵持了24小时，铁拳基地的弹药已经消耗了大半，原本引以为傲的军事储备，在这场围城战中显得如此可笑。城墙多处被攻破，丧尸涌入基地内部，惨叫声四起。我被关在地下牢房里，听着外面的枪声和惨叫。铁拳基地乱成了一锅粥，有人要求交出我平息尸潮，有人坚持抵抗到底，有人趁乱打劫，有人跪地求饶。曾经铁板一块的军事基地，在尸潮面前分崩离析。牢门被猛地推开，雷刚冲了进来，他的军装已经破烂不堪，脸上沾着血迹和灰尘。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铁拳司令官，此刻狼狈得像一条丧家之犬。他冲到我面前，声音嘶哑的让我叫顾漫停手。我靠在墙上，悠闲地喝着水。这是苏秦临行前塞给我的，他说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保持体力。我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。雷刚瞪着我，眼睛都红了。外面又传来一声巨响，是另一段城墙被攻破的声音。放下水瓶，看着他，司令，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？雷刚的拳头握紧了，青筋暴起，但他不敢动手。他知道，只要我死了，外面那些丧尸会把整个基地夷为平地。你到底想怎样？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放我走。然后，铁拳基地加入共存联盟。雷刚的脸色铁青。加入联盟，意味着向他口中的叛徒低头，意味着他雷刚一辈子的坚持化为乌有。当外面的惨叫声越来越近，他已经没有选择。雷刚咬着牙，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个字：同意。我点点头，走出牢房。雷刚跟在我身后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他的手一直按在腰间的墙上，但始终没有拔出来。我们穿过混乱的基地，走上城墙。城墙上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弹壳和血迹。士兵们瑟缩在掩体后面，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斗意志。我站到城墙边缘，看着下方黑压压的尸潮。顾漫站在尸潮最前方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城墙，他的眼睛里满是焦急和杀意，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。我抬起手朝他挥了挥。顾漫看到我的瞬间，眼中的杀意瞬间消散。他纵身一跃，直接从尸潮中飞起，越过城墙，落在我面前。周围的士兵吓得四散奔逃，顾漫没有理会他们。他站在我面前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确认我没有受伤。那双漆黑的眼睛里有着近乎人类的关切。顿了顿，围了一天一夜，辛苦了。顾漫低下头，声音沙哑，应该的。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看向雷刚。雷刚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。他见过无数战场厮杀，但从没见过这种场面。一个人类和丧尸黄并肩站在一起，亲密的在一起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声音平静。从今天起，铁拳基地加入共存联盟。雷刚的拳头握得咯咯作响，但最终还是低下了头。城墙下，数十万丧尸缓缓退去，他们没有攻进基地，没有伤害任何人，因为顾漫下达了撤退的命令，而顾漫只听我的。铁拳归顺的消息像炸弹一样在末世中引爆，北方最大的军事基地不战而降。那个曾经叫嚣着要消灭神木的雷刚，如今成了共存联盟的一员。消息传开后的3天内，剩余的反对势力土崩瓦解，那些还在观望的基地纷纷派出使者，请求加入联盟。那些曾经嘲笑人事共存是痴人说梦的人，现在跪在联盟总部门口，哭着求收留。我站在联盟总部的高台上，看着下方黑压压的人群。顾漫站在我左边，苏秦站在我右边。半年前，我还是那个被踹下车的胆小鬼，被骂作叛徒，赶出基地。现在，我是末世最有权势的人。苏秦凑过来，小声说该讲话了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看向台下的人群，有曾经钢铁基地的幸存者，有各个小型基地的代表，有铁拳基地被迫低头的士兵。他们的眼神里有敬畏，有期待，也有恐惧。我开口了，共存联盟从今天起正式扩大，不管你以前是什么身份，犯过什么错，只要加入联盟，就是联盟的一份子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人类和丧尸互不侵犯，谁敢破坏这个规则，就是联盟的敌人。台下一片寂静，然后欢呼声如海啸般爆发，人们高喊着共存联盟的名字，有人流下了眼泪。在末世中苟延残喘了3年的人们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我站在高台上，看着这一切。顾漫点点头，站在我身后，像一座沉默的山。苏秦在旁边笑了，说没想到当初救的那个流浪汉，有一天会站在这里。我也笑了，我也没想到。联盟成立1个月，表面上一片繁荣，但我知道平静之下暗流涌动。铁拳基地地下密室，雷刚坐在阴暗的角落里，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排排试管，试管里装着淡绿色的液体，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芒。净化剂
专门针对丧尸的生化武器。一个穿白大褂的研究员走进来，汇报说第3代配方已经完成，杀伤力提升了10倍，对普通丧尸是瞬间致死，对丧尸皇也能造成重伤。雷刚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他低下头的那一刻就在等这一天。共存联盟，人事共存，简直是笑话。他站起身，走到墙边，墙上挂着一面旗帜，上面写着4个大字：人类解放。越来越多对共存不满的人聚集在他身边，他们有的是被丧尸杀死亲人的幸存者，有的是坚信人类至上的狂热分子，他们管自己叫救世军阵线。雷刚看着那面旗帜，目光阴沉，沉默，一等着。与此同时，丧尸领地深处也出现了变数。一只体型巨大的丧尸王站在石山之上，俯瞰着下方数万只丧尸。他浑身覆盖着黑色甲壳，双眼血红，散发着不亚于顾曼的恐怖气息。暗示丧尸一族中仅次于顾曼的存在。他不满顾曼与人类合作，在他看来，丧尸就应该消灭所有人类，而不是和那些食物共存。一只高阶丧尸跪在他面前，汇报说顾曼又和那个人类混在一起，整天围着他转。暗示发出一声低吼，背叛者该死。他抬起头，看向远方联盟的方向，血红的眼睛里满是杀意。我站在联盟总部的窗前，看着外面繁忙的景象。苏秦走进来，说最近有些不对劲。雷刚太安静了，我点点头。暴风雨要来了。情报声撕裂了清晨的宁静。我从床上弹起，冲出门外。联盟总部已经乱成一团，到处都是奔跑的人和此起彼伏的喊叫声。苏秦迎面跑来，脸色惨白。他说联盟东部边境遭到袭击，是丧尸，不可能。顾曼控制着这片区域的所有丧尸，不可能有丧尸主动攻击联盟，除非不是普通丧尸。苏秦的声音在发抖，是一只丧尸王，带着数万丧尸大军。暗示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又一个噩耗传来，联盟西部同时遭到袭击，是人类，穿着铁拳基地的军装，使用一种绿色的烟雾弹，那烟雾碰到丧尸就会让他们溃烂死亡。净化剂，雷刚动手了。我冲上城墙，看到的是一幅地狱般的景象。东边，暗示率领的丧尸大军如黑色潮水般涌来，他们不受顾曼的控制，见人就杀，疯狂而嗜血。西边雷刚的禁食军阵线发动突袭，淡绿色的烟雾在空气中蔓延，联盟这边的丧尸盟友成片倒下。顾曼正在西线战斗，他冲进烟雾中想要阻止屠杀，但净化剂对他也有效。我看到他的皮肤开始溃烂，黑色的血液从伤口流出。他依然在战斗，但动作明显迟缓。顾曼，我大喊了一声，但他听不到。战场太混乱，东边是叛变的丧尸，西边是背叛的人类。共存联盟在成立1个月后，同时面对内外2大危机。苏秦抓住我的手臂，问怎么办。我看着东西两边的战火，深吸一口气。雷刚和暗示，一个代表人类的恶意，一个代表丧尸的背叛。他们选在同一天动手，不是巧合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围剿。我转身看向苏秦，声音平静：告诉顾曼，先撤回来，我们需要重新布局。远处，暗示的咆哮声震耳欲聋。雷刚的军队在不断推进，联盟的存亡就在这一刻。东线的丧尸潮越来越近，西线的绿色烟雾还在蔓延。我站在城墙上，看着两边的战火，脑子飞速运转。这是共存联盟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，也是我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。暗示带来的丧尸大军已经突破了第1道防线，正在朝总部推进。那些丧尸不受顾曼控制，眼睛血红，见人就杀。联盟的守卫节节败退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西边的情况更糟，雷刚的禁食军阵线攻势凶猛，净化剂的烟雾所到之处，我们这边的丧尸盟友成片倒下，他们的皮肤溃烂，血肉剥落，死状凄惨。顾曼正在西线战斗，但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，每次冲进烟雾区，他的皮肤就会溃烂一片。再这样下去，他撑不了多久。不能这样下去，两线作战，我们必败无疑。我转身看向顾曼，他正站在城墙边缘，浑身是伤，黑色的血液不断滴落，但他的眼睛依然盯着西线战场。顾曼，他转过头看我，眼中满是疲惫和焦虑。你去对付暗示，人类那边交给我。顾曼愣了一下，眼中闪过犹豫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而缓慢：莫，小心。我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那肩膀滚烫，是净化剂灼烧后留下的高温。放心。顾曼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纵身跃下城墙，朝东线狂奔而去。那道黑色的身影越来越远，很快消失在丧尸潮中。我目送他离开，然后转身走向武器库。这是我第一次拿起武器，3年来我从不战斗，
只会带队绕路。所有人都嘲笑我是胆小鬼，但今天不一样。我拿起一把突击步枪，检查弹匣，上膛，动作生疏，但足够用了。我又往腰间别了2把手枪，塞了几颗手雷。苏晴追上来，脸色苍白，他抓住我的手臂，问我要干什么。我说我要去西线，亲自对付雷刚。他想拦我，但看到我的眼神后，什么都没说出口。他太了解我了，我做的决定从来不会改变。我走出总部大门，朝西线的战场走去，身后是联盟的旗帜，在硝烟中一一作响，枪声、爆炸声、惨叫声交织在一起，整个世界都在燃烧。我不是为了杀人，我是为了保护这个我亲手建立的秩序。东线战场，顾曼与暗室终于正面交锋，两只丧尸黄金的存在碰撞在一起，这就掀翻了周围所有的丧尸。大地震颤，尘土飞扬，方圆100米内的一切都被这股力量碾压成碎片。暗室体型比顾曼更大，浑身覆盖黑色甲壳，双眼血红，散发着疯狂的杀意。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一爪划过空气，发出尖锐的破空声。顾曼不落下风，虽然身上还带着净化剂造成的伤，但他的动作依然凌厉，一爪拍向暗室的头颅，被侧身躲开。暗室反击，顾曼后仰闪避，反手在他的胸甲上留下几道深深的爪痕。两只怪物缠斗在一起，每一次命中都带着地图闪耀的威势。周围的丧尸不敢靠近，只能远远地看着这场王者之战。暗室狞笑着开口，声音沙哑刺耳。他问顾曼：“为了那个人类，值得吗？放弃丧尸的尊严，放弃统治末世的机会，就为了一个渺小的人类？”顾曼没有回答他，他只是攥紧拳头，再次冲了上去。西线战场，我找到了雷刚，坐在一辆装甲车上，指挥着金世军阵线的进攻，身边围着10几个精锐士兵，手里的枪对准4面八方。看到我出现，雷刚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他跳下车，朝进来，手里的枪随意的晃着，像是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他的士兵们自动让开一条路，看热闹似的围成一群。雷刚停在我面前，开口了，声音里满是嘲讽：“和怪物共存，我已经不配做人类了。人类应该团结起来消灭所有丧尸，而不是和那些怪物称兄道弟。”我看着他，也笑了。雷刚，我从来不在乎配不配，我只在乎怎样才能让更多的生命活下去。雷刚的笑容僵住了，他举起枪，对准我的头。周围的士兵也纷纷举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全都指向我。那你就去死吧，就响了。但我早就擦着那人飞过，我已经扑到了他面前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滚落在地。周围的士兵不敢开枪，怕误伤雷刚。这场末世的决战正式开始。我和雷刚扭打在废墟中，他受过专业军事训练，格斗技巧严重的智商，拳拳到肉，招招致命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嘴角淌血，左眼肿得睁不开。但我没有退，每次被打倒，我都咬着牙爬起来继续。我知道自己打不过他，但我也知道，只要我不倒下，他就赢不了。雷刚的表情从最初的轻蔑变成了烦躁，从烦躁变成了愤怒。他想不明白，一个从来不战斗的胆小鬼，为什么会有这么顽强的意志？他一脚踢在我的胸口，巨大的力量把我踹飞出去，站在一堵墙上，胸口剧痛，眼前发黑，半天爬不起来，只能靠在墙上大口喘气，嘴里全是血腥味，可能断了几根肋骨。雷刚喘着粗气走过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他从腰间摸出一个金属圆盘，巴掌大小，上面有一圈绿色的指示灯，正在缓缓闪烁。净化炸弹，我认出了那东西。李强曾经说过，这是铁拳基地的终极武器，爆炸后会释放大量浓缩净化剂，方圆1公里内的所有丧尸都会被杀死，包括顾曼，包括共存联盟里面所有的人。我们都有尸骨醛信息素残留在皮肤上，这也是顾曼给我们留下的，能保护我们不被丧尸攻击的气味。雷刚按下了启动键，倒计时开始，30秒，绿色的数字在圆盘上跳动，一秒都像是死神的脚步声。他看着我，笑得疯狂，眼睛里满是疯狂和决绝。什么？30秒后，你的联盟就完了。什么狗屁人是共存联盟？人类必胜。我看着那个倒计时，别慌张，25秒，20秒，15秒。雷刚愣住了，他以为我会求饶，会崩溃，会绝望的尖叫，但我只是靠在墙上，平静地看着他，甚至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。你不怕死？我笑了笑，吐出一口血水。顾曼回来的，你口中的怪物，比你们这些所谓的人类更值得信赖。雷刚脸色大变，话音刚落，天空传来一声尖锐的破空声，那声音由远及近，像是什么东西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冲过来。我
我抬起头，看到一道黑色的身影从天而降。顾曼来了。顾曼从天而降，他的身上满是伤痕，黑色的血液还在滴落。和暗室的战斗显然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，有几处伤口深可见骨。但他还是来了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。倒计时还剩8秒。顾曼一爪拍向雷刚手中的进化炸弹，金属外壳瞬间碎裂，零件四散飞溅。但炸弹的核心已经被激活，里面的浓缩进化剂开始剧烈反应，绿色的光芒越来越亮。5秒，来不及了。顾曼没有犹豫，他整个身体扑了上去，用血肉之躯包裹住那颗即将爆炸的炸弹。顾曼的身躯蜷缩成一团，把炸弹紧紧压在身下。顾曼，我喊出声，想要冲过去，但浑身剧痛，根本动不了。3秒、2秒、1秒，轰！爆炸被顾曼的身体压制住了大半，但绿色的冲击波还是从缝隙中扩散开来，那股力量掀翻了周围的一切。我被气浪推出10几米远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烟尘散去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朝爆炸的中心看去，顾曼还在那里，他跪倒在地，浑身焦黑，皮肤大面积溃烂，绿色的烟雾还在从他身上冒出，焦黑的血肉一块块剥落。他的身体在颤抖，但他还活着。雷刚被冲击波掀飞出去，撞在废墟上，已经昏死过去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向顾曼，每走一步都疼得龇牙咧嘴。走到他面前，我蹲下身，他抬起头，那双漆黑的眼睛看着我，即使浑身焦黑，即使皮肉溃烂，他第一句话还是在问我：“诺，没事吧？”我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我伸出手拍了拍他焦黑的肩膀：“干得不错。”顾曼看着我，嘴角似乎动了动。他不会笑，但我知道他在笑。我进战场是发现顾曼消失了。他站在石山之上，四处张望，却找不到顾曼的身影。刚才还在和他激战的对手，突然就不见了。他以为顾曼逃了。暗室仰天咆哮，声音震得周围的丧尸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。他得意地狂笑起来，那笑声沙哑刺耳，像是金属摩擦的声音。他早就知道，那只背叛同族的软弱家伙迟早会逃跑。为了一个人类放弃丧尸的尊严，这种蠢货不配当丧尸皇。但下一秒，他的笑容僵住了。天空中，一道黑色的身影正在飞速接近。那身影浑身冒着绿色的烟雾，皮肤大面积溃烂，但速度却快得惊人。顾曼回来了，他没有逃，他只是去救了我，然后又回来了。安石愣了一下，随即再次狂笑起来。他以为顾曼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浑身是伤，连站都站不稳，还敢回来送死。这一次，他一定能杀死这个叛徒。两只丧尸皇再次碰撞在一起，但这一次完全不同了。顾曼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，他就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，每一击都直奔要害，不躲不闪，不留余地。安室的黑色甲壳被一块块撕裂，血肉横飞，他的利爪刺入顾曼的身体。顾曼视若无睹，他的骨刺贯穿顾曼的胸膛，顾曼不为所动，他就像不知道疼痛一样，一爪又一爪地撕裂着安室的身体。安室开始慌乱，拼命反击，但每一次攻击都被顾曼无视。他想逃，但顾曼的速度比他更快。他想求饶，但顾曼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。最后一击，顾曼的手臂贯穿了安室的胸口，五指收拢，捏碎了他的心脏。安室瞪大了血红的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会败。他曾经以为自己是丧尸一族最强的存在，迟早会取代顾曼成为丧尸皇，但现在他要死了。到底图什么？顾曼看着他，声音沙哑：“你不懂。”安室的身体开始崩解，化为漫天飞舞的尘埃。他至死都不明白，为什么顾曼愿意为一个人类付出这么多。丧尸阵营的叛乱彻底平息，顾曼站在尘埃中，浑身是伤，摇摇欲坠，但他没有倒下，而是抬头看向西线的方向。安室覆灭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战场，东线的叛军丧尸失去了统帅，顿时陷入混乱，他们四散奔逃，再也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抵抗。顾曼的忠诚丧尸大军趁势追杀，不到半天就彻底平息了叛乱。西线的情况也急转直下，雷刚被抓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。那些警视军阵线的士兵们愣住了，有人扔下武器投降，有人转身就跑，有人跪在地上等候。他们的领袖没了，他们的信念也跟着崩塌了。我站在战场中央，看着这一切。雷刚被五花大绑地压在我面前，他的脸上满是灰尘和血迹，军装破烂不堪，眼神里却还带着不甘和愤恨。即使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是不敢认输。周围的联盟士兵围成一圈，等着我发落。有人喊着要杀了他，为死去的盟友报仇；有人要求公开处刑，以儆效尤。雷刚害死了太多生命，人类和丧尸都恨他入骨。
我看着雷刚，沉默了很久。杀他很容易，一颗子弹，一切结束，但那又能改变什么？死去的人不会复活，仇恨也不会消失。我开口了，送他去警局，让他用余生来赎罪。雷刚愣住了，他以为我会杀他，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但活着，被关在禁区里活着，每天面对自己的罪孽，这比死更痛苦。士兵们押着雷刚离开，他被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，不知道是恨还是什么别的东西。我没有再看他。3天后，靖世军阵线正式宣告瓦解，那些残余的成员要么投降，要么逃散，再也翻不起任何风浪。共存联盟的势力范围一夜之间扩大了3倍，几乎覆盖了整个末世遗址区域。联盟总部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下方忙碌的人群，人类和丧尸混杂在一起，搬运物资，修缮房屋，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进行。苏醒走进来，说收治的伤员已经稳定了，死亡人数比预想的少很多。我点点头。顾曼坐在窗台上，悠闲地晒着太阳。这场仗终于打完了。战后1个月，联盟进入了稳定发展期。我站在联盟总部的高台上，看着下方的人群，那里面有很多熟悉的面孔，曾经钢铁基地的幸存者，他们现在都在联盟里工作，搬运物资的，站岗放哨的，打扫卫生的，各司其职。有几个人抬头看到我，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，他们低下头，脚步加快，像是不敢和我对视。我认出了他们，当初在钢铁基地，他们也曾跟着马天雄骂我叛徒，他们也曾在城墙上看着我被赶出去，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容。他们以为我会死在漫威，会丧尸死成绝片。现在，他们在我的联盟里讨生活。苏醒走过来，站在我身边，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轻声问我要不要追究他们。我摇了摇头。马天雄死了，在那场丧尸围攻中被吓得心脏病发，死得无能。赵铁柱死了，被丧尸死成绝片，死前才明白是他自己害死了自己。债一清，仇一结，那些跟风的人不过是一群随波逐流的可怜虫，他们不值得我记恨，也不值得我报复。我转过身，看向远方。杜曼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边，他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一些淡淡的疤痕。苏醒在旁边笑了，说没想到当初救的那个快饿死的流浪汉，现在成了末世最有权势的人。我也笑了，现在我建立了共存联盟，创造了一个人类和丧尸和平共处的新世界。你真的做到了，苏醒说，我说过会做到的。末世进入了新纪元，共存联盟的势力范围已经覆盖了大半个区域。曾经各自为战的幸存者基地，现在都挂上了联盟的旗帜，安全通道四通八达，物资运输畅通无阻。人类和丧尸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行其道，这是末世爆发以来人类过得最好的日子。清晨，我站在联盟总部的最高处，俯瞰着这片新生的世界。脚下是忙碌的人群，有人类在搬运物资，也有丧尸在巡逻警戒，他们互不侵犯，甚至偶尔会点头致意。这种画面在3年前简直不可想象，但现在已经成为日常。那时候，人类和丧尸是不死不休的仇敌，丧尸见人就咬，人类见丧尸就杀，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恐惧和绝望之中，没有人敢想象和平共处的可能。中午，苏晴带着医疗队出发去各个基地巡诊。联盟扩张太快，下属基地已经有30多个，医疗人员严重不足。他几乎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，但他从不抱怨，只是默默做着该做的事儿。每次我让他休息，他都摆摆手说没事，病人等不了。傍晚，远处的天际线上，太阳正在缓缓下沉，把整个世界染成绝红色。苏晴走上来，站在我身边，他看着同样的风景，轻声问我在想什么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在想怎么感谢你。3年前，末世刚刚爆发，整个世界陷入混乱，我失去了一切，在街头流浪，饿得奄奄一息。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会死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，无人知晓。是苏晴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，还推荐我加入探索队。在我被钢铁基地赶出来时，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相信我，支持我。是你救了我。我深深看着他说。苏晴转头笑了，说早知道就多要点回报了。我也笑了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直延伸到高台的边缘。1年后，又是一个平静的清晨，联盟日常运转井然有序。我在办公室处理各基地送来的报告，桌上堆满了文件，物资调配、人员安排、纠纷调解、安全通道维护，事情琐碎繁杂，但必须有人做。顾曼坐在窗台上晒太阳，时不时递过来一杯水，用他那沙哑的嗓音提醒我该休息了。傍晚，处理完最后一份报告，我走出办公室，站在高台上，
看着下方的联盟总部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还有孩子在空地上奔跑玩耍，他们的笑声传到高台上来，清脆而响亮。4年了，从末世爆发到现在，整整4年。这4年里，我经历了太多，这个世界也在改变。现在，共存联盟覆盖了大半个末世区域，数以万计的生命在联盟的庇护下安居乐业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苏晴走过来，站在我身边，清晨的阳光照在她脸上。她问我接下来的打算，联盟已经稳定了，是不是可以歇一歇了？我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联盟只是一个开始，这个末世还有太多未知的区域等待探索，太多需要帮助的幸存者等待救援，太多问题等待解决。亲戚，陆续有病毒的消息传来，我能感觉到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人类的这场劫难也许快要到头了。突如其来的病毒把身边的人都变成了丧尸，曾经的普通人起人踩着，我不能停下来，也不想停下来。苏晴叹了口气，但眼里带着笑意。她说她就知道会是这个答案，当初救我的时候就该想到，这个人是个不会停下来的疯子。顾曼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，3人并肩而立，面对着初升的朝阳。远方的天际线上忽然掠过一道奇怪的阴影，那阴影巨大而模糊，像是某种庞然大物的轮廓，一闪而过。顾曼微微皱眉，他转头看向极远处的方向，眼中闪过一丝警惕。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沉睡，巨大的、恐怖的、超出认知的存在。我注意到了顾曼的异常，问他怎么了。他没有解释更多，只是默默站回我身边，像往常一样守护着我。我没有追问，不管前方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这个末世。我要跟你干到底。